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河南的芒砀山，这个地方非常有名啊，算是2000多年前刘邦的发迹之地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座古墓，也是西汉时期的崖壁墓，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我们听过这样一句话：金钱铺路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真的是存在。当时发掘这座墓的时候，发现了大概5.5吨的那个钱币在那个墓道里面，确确实实是真实版的金钱铺路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看，到底是何许人也，拥有这么大的财力。芒砀山这个地方非常有名，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。它自古以来呢，就是中国名山，也是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之地，相当于就是汉朝的发祥地。它也是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4省交界区，是汉文化旅游胜地。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座墓呢，就是在这个山顶上面，主人呢应该算是汉高祖刘邦的曾孙。现在这一块我们能够参观的就是三座陵，但实际远远不是啊，因为它是梁国一个家族墓园，只是说这3座呢是开放了。我们今天就是看看梁共王陵，因为梁孝王以及王后陵呢，我们之前去过。当然了，最后我们做一下对比。这2座陵墓啊，在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，特别是这一座王后陵，是现在天下第一石狮墓，就是最大的一座石狮墓。他们这些墓葬呢，都是在崖壁上面开凿的。其实西汉的这些诸侯王墓，基本上都是在石山里面开凿的，而且地宫庞大，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明清那个地宫啊大得多得多。就说的再通俗一点，他们这个王后跟王陵可能比明清帝王的地宫都更大。话又可以这样说回来，可能秦汉时期的那个陵墓帝陵，他们地宫比后面的都要大得多得多。又来到了这个地方了。去年我来的时候，由于是冬天，没多少人，那今天人还是挺多的。从这个台阶一直走上去呢，就是王后陵，刚才说的天下第一石陵，规模非常大呀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看完梁共王陵，然后再走一下那个王后陵。这个王后陵到最后我们就去里面简单的走一遍。这一块到处都是有关于汉的风格。现在这里大家看起来是比较多树木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这里呢是小型木桩群，范围比较大。从这里呢一直上去，能够到达梁孝王的陵园。这里呢基本上是那种汉朝的术士墓穴。按照考证，大概觉得这里呢墓葬基本上都是梁孝王的守葬者，或者是当时梁国的那些官员埋葬在这附近。这是景区里面的道路，可能就是供观光车的。我们在这里面走的话是没事的。这个树林里面全是西汉时期的墓葬，应该就是这些王陵的陪葬墓。可以看到这一块全是石山呢，一般崖壁墓都是在石山里面开凿的。我们看过西汉的诸侯王基本上都是崖壁墓啊，像芒砀山有，然后山东也有比较多。西汉芒砀山梁国王陵墓群是从公元前144年梁孝王刘武守葬芒砀山的保安山之后，汉代梁国国王皆选择此山而葬形成的。前后历经了8代9王，约150年的时间。目前发现的梁王陵有22座，现在开放地宫的就3座。那这样算起来，这一块的大山基本上都被掏空了，因为西汉的那个诸侯王陵地宫都是比较大的。走了大概20分钟，梁共王的墓快到了，就在前面一点点了。在去看他地宫之前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人物。这座墓呢是1986年发现的，87年开始挖掘，91年的时候被评为10大考古发现。它这个墓啊，就是在这种石山里面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的这座地宫主人，就是梁孝王的长子，
应该算是汉景帝的孙子，汉武帝的堂兄弟。里面呢也是出土了国宝级的文物啊。我已经进来了，已经检过票了。前方就是地宫的入口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西汉这些崖壁墓啊，普遍都有个特点，在地宫入口前面有一个比较长的通道，这是他们的特点呢。因为他们肯定是先要在这种大山里面开凿，然后里面弄个通道出来，弄个木门出来。那有一些呢，在这个通道两侧呢，还有一些耳室，那个主要是放车马的，比较大的都有。你像那个梁孝王他们的都有，而这里呢没有，主要是这座陵墓、这座地宫比他父母的小了很多很多。这里还有很多小孩呀，全部是在这个地上翻来翻去，打滚一样的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现在我们看到是有玻璃，那其实底下呢就是当年开凿的。现在下面可能有点积水啊。它这个墓道呢是呈倒 U 型，就是这样的，中间低，两边高。当时发掘的时候，墓道填满了碎石和泥土。这些我猜想可能都是以前他们弄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过去了。在这里还有一个平面图，看一下。这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个墓道，这一块呢是甬道，然后里面呢有很多房间，我们称之为主墓室、侧室等等。继续往前走呢，就是甬道。这一块当时应该是有木门的，应该是石头做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痕迹，顶部呢也有转轴的痕迹。这就是甬道了，非常宽广啊，它是斜坡下去的。这里比较有意思的就是，它这个墙壁是非常光滑的，就跟用机器打磨一样的。我们现在你要弄成这个平面，是都要花一定的时间。那当时他们肯定是要时间更久。那在这里呢，也能够体现西汉时期建造陵墓的工艺技术非常发达。你看，这完全是对称的，两边一样的成平行。这个技术不先进的话，是弄不成这个样子的。我们现在是借用了工具，那当时他们工具肯定没有我们现在的那么先进了。在这个顶部也是很光滑的。那么当时他们是怎么建造的呢？你像在这种石山里面开凿地宫，它肯定是通过这个通道慢慢的进去的，又没有对照物，反正我是想不明白。有一些人可能会说，他可能是用的那种火烧泼水这样的，但是实际来讲，地宫要弄成这个样子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在这里看到很多石头，这些就是塞石，当时整个甬道里面呢是塞满了这样的石头，防盗嘛。主人安葬进去了，这个甬道的话一定会塞满石头的。在这个墙壁还有很多孔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建造的时候有，还是说后面盗墓的时候弄成的。我猜想可能是后面盗墓的吧，因为正常来讲，它建造的时候不可能弄成这个样子的。而且有些这些石孔啊还是比较大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从甬道过来之后是一个大的空间，在这里呢称之为第一室，也是叫做主室。一般地宫里面遵循的是前朝后秦的局面，那么有前室也就有后室。前室呢就是象征墓主人生前理政会客的地方，那后室呢就是他长眠的地方，象征他生前生活的地方，一般都是遵循这个原则的。当然我们看到一些小的地宫里面它没有后室，但是呢在两汉时期，特别是西汉崖壁墓里面一般都是这种方式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呢是摆放了很多东西，这肯定是复制品，明显看得出来是客厅的样子。那其实在以前的情况，这里呢有一个阁楼，就是木构建筑在这里，主人呢就是象征坐在这里面。这个地宫里面都有啊，我们之前在满城汉墓看到还复原了，一般崖壁墓都是有的。然后在这个主室旁边还有一个小的耳室，
那么就是放主人粮食、酒、武器等等，就是生前主人享用什么，掌管什么，在这个地宫里面呢，全部都有。这些都是陶陶罐罐的。这座陵墓尽管说被盗了，但是在上个世纪发掘的时候，还是出土了很多文物的。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，这是叫做武库，在汉代中洋的地方都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。当时发掘的时候，仅在里面发现一些残存的铜块，那么推测这应该是存放武器的武库。这座陵墓整体的面积比他父亲小得多得多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去他父亲看一看。那这里又有一个耳室，当时发掘的时候有积水，没有遗迹，用途不详，那么肯定也是存放一些东西的。我们现在是放了一些陶陶罐罐，那估计以前应该也差不多吧。这边是庖厨，相当于有厨房。也有点积水啊。我看到这个地宫里面很多上面都有槽，应该是那个渗水的。然后看到旁边有那种小孔没有，应该我估计这里面呢，当时应该都是有木构建筑的，很有可能啊。这边还有一个钱库，现在摆放了很多钱币。当时挖掘这座陵墓的时候，确实是发现了很多钱币。在两汉时期流行厚葬，地宫里面呢会放很多金银财宝。你像他父亲的，按照《史记》记载，里面放置黄金大概是40万余斤，基本上塞满了整个地宫，只不过是被盗了。从而经常说汉墓十室九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由于地宫里面太豪华，陪葬品太多，很容易吸引盗墓贼。而当时到了曹魏、曹操、曹丕，他们就吸取了这个教训，在地宫里面呢，基本上就不放置陪葬品。在这个地宫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之处，就是墓主人安葬的地方。正常来讲，它有前室后室，主人肯定是安葬在后室，但这里不是啊。你看，甬道一进来，马上就能看到棺床，墓主人呢就是安葬在这里。尽管说西汉的崖壁墓主人呢一般是安葬在侧边，但是像他直接安葬在甬道的旁边，这个应该是独一份，不知道是为什么啊。整体你看，棺床，然后这一块就是主墓室，两边呢是耳室。最特别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这里没有后室，我们后面看到那个小房间都是耳室，就这一圈都是耳室，除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甬道这里。所以来说，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把那棺床设置在这里，就算是只开凿一个大的那个室，它那个棺床应该也是靠后一点的，为什么直接靠甬道呢？搞不懂啊。然后这就是墓主人长眠的地方，现在这里可以看到有金缕衣，当然这个是仿造的，但是确实当时在发掘的时候，在这一块啊发现了一些玉的碎片，推测呢他当时应该是金缕衣下葬的。玉衣呢又称玉匣，先凿玉成片，边角穿孔，再用金丝线连接而成，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上葬玉具，也是汉代皇帝、王侯、公主等高级贵族死后穿着的一种特殊玉服。根据金属的那个质地分为金缕、银缕、铜缕、丝缕。金缕呢在汉代是最高，一般是皇帝可以穿的，但是在西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诸侯王也穿了金缕衣衣，那就证明在汉朝的时候，特别是汉代中早期，那个金缕衣呢还没有完整的形成规矩，就可能大家都可以穿。那如果是真的要形成规矩的话，我猜想可能是汉武帝时候开始，因为整体来讲，在西汉的很多制度啊，在汉武帝之前，就是汉武帝中期之前，可能都比较随意。你像汉高祖刘邦，刘邦自己呢跟那些手下王侯将相在上朝的时候可以吵架，可以喝酒，穿的衣服也不一样。而到了汉武帝那个时候肯定不行，他把它全部统一起来了，制定了相关的法律。
皇帝乘什么车，大臣、丞相，包括下面全部是有规定的。我们现在发现的金银衣基本都是汉武帝之前的，包括汉武帝早期时候的。刚刚我们说他父亲的陵墓地宫里面陪葬品非常多，黄金也很多，而这里呢地宫小，陪葬品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丰富。这主要是由于在他父亲的时候，这个梁国呢是非常富有的，面积也很大，而他的父亲去世之后，这个梁国呢就一分为五，相当于就跟推个令一样的。那么他的封国变小了，财力肯定就没有那么雄厚，自然而然地宫的话就小了很多，包括陪葬品也是一样的。这也是他父亲造成的。当时他父亲去争夺皇位，后面失败了，从而导致封国呢被一分为五。在这个主室最边上还有一条巷道，如果是在他父亲的话是叫回廊，一个回字形，但是他这里没有，它是长度5.5米，宽1.2米，是增加册子数量的需要。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2000多年的厕所，大家一眼望去感觉这个是不是像现代修的？其实不是啊，这个就是原原版版2000多年前的厕所，而且呢可以称之为是抽水马桶。上面呢还有水槽，是不是水下来就冲掉了？它这个是比较形象的，当然这个肯定是没有使用过的，只是说它是这种方式。等于说在2000多年前的古人，他们就已经发明了抽水马桶了，确实是想象不到啊。所以说很多东西啊，我们去看了这些古墓才了解古人确实是非常厉害。在这里有雕刻，上面是凤和鸟、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，是早期汉化石，这样的是不是非常少见呢？反正现在能够进入地宫墓室看到的有这样的古老厕所是很少。这个陵墓呢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，就是壁画。你看上面有壁画，这个墙壁也是有壁画的，特别是这个顶部的壁画，当时发现的时候是保存完好，色彩鲜艳，感觉像新的一样。而墙壁上面呢可能由于渗水就可能有点损坏，那证明在2000多年这个上面呢是非常干燥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仔细来看一看，这就是完整的壁画，是叫做四圣云气图，长度5.14米，宽3.27米，是西汉早期墓室壁画。四神呢一般是对应我们的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，而这里呢就有点区别。那么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那这里呢肯定是有青龙，长有双翼的应龙形象，它呈 S 型弯曲，占据了画面的中央，整个龙身呢长7.5米，并且张开了嘴巴，还有龙角，在龙身上面呢还有鳞纹。它那个双翼啊是在中间，它的脚呢踏云气，在这个青龙下方就是白虎，前爪呢攀附在仙山上面，嘴里呢叼着一只长长的花朵。在青龙的上方就是一只朱雀，嘴巴呢叼住了龙手上的一只长角，朱雀的尾巴常常飘扬在空中。看到了四兽中的三兽，最后一个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玄武，那么在这里呢却不是。大家仔细看看青龙的正前方嘴巴那里，它是一只怪兽，龙呢是张开大嘴，舌头呢是卷住了这个怪兽的尾物，仿佛呢想把它拉到嘴里去吃掉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玄武。不过我们整体看这个壁画呢，确实是气势磅礴，色彩鲜艳，构图精美，线条精美，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西汉早期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完整、墓主人级别最高的彩色壁画，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。现在这个壁画呢是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馆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肯定是复制的了。那这个地宫就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出去，刚刚说的金钱铺路就在墓道上面去找一找。在当时发掘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发现一钱窖，里面呢放满了铜钱，摆放规整。当时呢它是每串1000枚，共25层，总共约225万枚，
重量是5.5吨，大概是11000斤，就是我们刚才在里面看到的类似那种铜钱呐。常说的金钱铺路在这里就体现的比较明显了，这也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期墓葬是非常豪华的，讲究厚葬，生前享受什么，那么基本上死后呢都会把这些东西塞到地宫里面去。看完了他的墓，我们现在去他的父亲那里看一看，就是梁孝王陵。这边都是遗址啊，地宫呢就是在这个山上。当然去年我去过啊，梁孝王在这里，然后王后陵呢大概是隔100-200米吧。那这里算起来，刚刚说有22座差不多王陵、王后陵，那么基本上这一块的山都是挖空了。梁孝王在这一块，他的儿子、长子，刚才我们去的稍微低一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上面快速的看一下它地宫的结构。这一块都是以前陵墓前面的殿宇建筑遗址啊，造壁回廊，因为它这里守陵嘛，规模比较大，而且是第一代梁王，肯定是有很多建筑的，只是说后面损毁了。西汉灭亡了就损毁了，也是在山顶上面，因为这些基本都是在小山坡顶。这就是导览图了，这看起来明显就比他儿子的更大一点。下面是有一个回廊，一个回字形。按照考证，里面当时是放满了金银财宝，并且呢说这座墓呢是曹操盗掘的第一座墓，当时成立的摸金校尉就是为了盗掘他的墓。地宫的面积大概比他的儿子大1倍。我们快速的看一下，他这个墓道明显就更长了。往前走一点就是甬道，在开始这里呢也有2个巨大的耳室，这里呢是叫做车马室，放置车马的，而他儿子那里是没有的。快速的走了，他们快下班了，形制都差不多，墙壁上面都是很光滑的。在差不多到达甬道的尽头，还有2个巨大的耳室，一边是放武器的，就是武库，另外一边呢就是放置兵俑的。你看大不大？这里面我之前也详细介绍过了，我们就简单看一下。因为他只是第一代梁王，所以当时又比较富有。关于这里的详细介绍，可以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视频。对面就是武器的，再往前走就是主室了，里面也是有很多小的耳室。它这边也是没有后室的，主要是它旁边有一个回廊，这是区别。然后里面的布局，其他的跟他儿子可能是有点像的，可能他儿子就是仿照他来的。那么他安葬就是在左边这一块，方向也是一样的。这一块就是棺床了，当时下葬的时候肯定也是有金缕玉衣的。那么在里面呢还有个小房间是浴室，这种也是比较少见的。他这里呢有一个大的回廊，他儿子没有。哇，真的很潮湿啊！冬天来可能不会潮湿，我去年来的时候里面是很干燥的。这个陵墓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是曹操盗的，但是我们去年也分析过，应该不是曹操盗的，不太可能。这个地宫在当时按照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记载，它里面呢大概是有黄金41万斤，就是陪葬了大量的金银财宝。这是那个排水的，整个下面都有排水系统的，很潮湿啊。然后回廊一圈就回到了这个主墓室了。那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个地宫里面看一看，这边就是王后陵了。一看这个规模就非常大，这里的布局跟梁公王很相像，只不过呢，它这个外面墓道多了2个耳室，是放置车马的。这里每个耳室是2匹马，就是王后的身份。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地宫入口了。这就是王后陵的导览图，大家仔细看看，规模大不大？两边呢都有墓道，都有甬道，非常特殊啊。我看了一下这个上面，总共那些耳室的话，加起来有24个，这里写了，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衙墓，被称之为天下第一石室墓。
这是1号甬道，甬道都有好几条。在甬道的两边，这里有非常多的耳室啊，而且是通的。我们就快速走吧。过来之后就是前室了，以前也是有房子的。这里就有前室和后室，前朝后寝分得比较清晰。这一块是会客的地方，那再往下走呢，就是主人休息的地方、长眠的地方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是另外一个甬道，两边同样是有很多耳室的，是摆放了很多陪葬品。它这个耳室也不得了，你见过一个地宫里面有20多个那个房间吗？没有吧？套套罐罐的，其实就证明当时他这个国家梁国非常富有。两边呢是那个回廊，这一块就是主室了。然后那些小的耳室应该就是放置衣服或者平时日用品的那些地方。那右边呢，这就是棺藏，当时同样是生产金缕玉衣下葬的。关于金缕玉衣的详细信息，在之前我也介绍过了，这个当然也是属于复制品了。最特别的是这里能够看到2000年的冰箱。你看，现在放了一些冰，一直不融化，就证明这个是有冰箱的作用的，可以证明当时的技术非常先进的。我们走一下这个回廊，在回廊这边还有个通道，这个相当于黄泉路一样，挖掘的时候可能是想打通跟那个她丈夫梁王的那个通道，可惜前面没有打通啊。然后在后室的后面还有一条通道，长不长？等于它这座地宫2个方向都可以进来。这个就是塞石，摆满了，就当时这个甬道墓道里面都塞满了这些石头，全部都是啊。所以当时这座陵墓的工程非常大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？因为它比梁孝王晚死好多年，所以说它的地宫更庞大。往这边走，这样就回到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棺床那里。这个上面可以都是非常光滑呀，就当时都是经过打磨过的，而且这个回廊都差不多有2米宽。下面呢也是属于排水系统，整个这个西汉的陵墓啊，排水系统都比较先进。又来到主墓室这里了，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独特，也是代表古代技术的一个东西。这是王后陵的雕像，大家看到它额头有一个灯光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技术的体现。在这个位置啊，你如果看外面是能够看到墓道口的。就说的再简单一点，如果太阳升起来，那个阳光可以直接照射他的额头这里，这个就是古代技术的体现，很有意思啊，很巧妙。这个离地面可能100来米的距离，而且好几层，不知道怎么实现的。这个地宫我们也看完了，面积确实非常大呀。可以这样说，中国历史上就算帝王陵有这么大的地宫，也是少之又少。反正现在发现的没有它大，已经从这个地宫里面出来了。这3座地宫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，算是西汉后葬的典型代表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